好，我们继续填坑啊，把我们之前挖的这个大坑填一下。好，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圈椅的制作过程，步骤，它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在下面一节课呢，我们去看一下圈椅的样板，那么还有我们准备出来的做椅架的料，我们是边做边下料边讲。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步骤。首先看一下我们黑板这边我们画的这个正视图和侧视图结合。那么我们做家具需要找一个切入点，我们从哪切入？那么也可以作为第一个参考物。那么我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我是先画坐标系X 轴和 Y 轴画完了以后呢，然后我是从它的一个角开始的。那么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讲它有坐面，有椅子的下半部分和上半部分。那么我们选择呢是选取中取中间，也就是说，第一步我们以椅盘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坐面板来切入。制作椅盘，那么椅盘做好了，尺寸固定了，按照我们这个画图，它的扎度，那么我们可以做它的前腿儿、后腿儿，那么下面的横撑4条横撑也就出来了。也就是说，第一是椅盘儿，第二是椅腿儿，第三步。椅子的承，注意这个字读承2声。那么这个呢是椅架的主体部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月牙扶手这个椅圈儿，那么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椅架。第4部分我们做月牙扶手。当然，在我们做月牙扶手之前，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上半截额脖部分。那么额脖部分呢，我们圈椅呢前腿有一腿通坐，那么在这儿我们是一起做出来的。好，整个的这部分构成椅架。我们中式家具对于家具构件的理解呢，它是有主体，这个是受力的部分。那么除去主体受力部分以外，像我们所装的脚牙、联邦棍儿等等这些，还有靠背板下面的弧门牙甚至最下面的脚踏牙，这个它属于靠背板是属于靠背板在第5项做好，这5项是它的主体受力结构。那么脚牙、联邦棍儿、弧门牙、脚踏牙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它的装饰性部分，就是非受力的部分，那么属于装饰性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主体是受力的，那么附加的是装饰。那我们这个是它的步骤。那么我们第一个以椅盘切入，接下来做椅腿儿，椅腿儿分前腿儿、后腿儿。
那么我们的画线椅盘做出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画线基本上完成，那么可以限定椅腿和坐面板椅盘的这个结合的位置。那么紧跟着啊，大家注意这儿额脖我们是分坐，注意分坐，不是通坐的啊，这个要明白，不是通坐。如果通坐的话，前腿和额脖是连着一起上去的。那么这是分坐，分坐在这儿椅腿这儿啊，做完了椅腿之后，再做额脖和月牙扶手。那么成在椅腿做完了以后也可以做。那么接下来是做月牙扶手，然后是靠背板。因为我们月牙扶手啊做完了以后，确定这个位置，这个角度关系确定了，然后我们可以确定靠背板的这个位置了。我们虽然有1:1的大样图，但是我们也要做一步看一步。注意，我们是学习啊，而非熟练工人啊。所以对学习来说，你是要有顺序和步骤的。那么当你作为工人去安排生产的时候，你有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有一些个我们需要在学习阶段啊，我们的一些个操作手段和方式啊，可以简化。那么接下来就是主体受力结构做完之后，整个椅架做完了，那么我们可以去做脚牙、弧门牙、联邦棍啊、脚踏牙等等这些装饰性的东西。月牙扶手呢，我们讲一下啊。接下来进入我们注意事项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月牙扶手。月牙扶手的开口呢是有限定的啊。月牙扶手的宽度是有限定的，它宽度一般是52公分。这个是根据我们人体的这个腰部的宽度来决定的。那也可以稍作变化。小圈椅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椅圈的这个月牙扶手和我们这个椅架的结合，就要有飘肩。注意这儿是有飘肩的，写在这儿，飘逸的飘，这是飘肩。注意它都有飘肩，因为它是圆形的结合。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椅圈在没有洗圆之前，我们一般是用立洗机去加工它。这是方形的料，那么加工完了以后呢，它是一个圆形的料，它的材料会变成圆形。那么圆形的和椅腿圆形相结合的时候，那么椅腿上是要做出这种包覆这个月牙扶手圆形的这么一个形状来。那我们和这种注意，榫仍然是直榫，榫头仍然是直榫，但是我们两侧的这个榫尖像鸟的翅膀一样啊，张开以后，然后抱着这个圆的扶手。那么这个时候适应它的外形，那么我们和这个叫飘肩。那么这有飘肩啊，圆结合圆，那么还有角度位置，那么这个确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这是小圈椅最难的地方。这里呢，我问过熟练的工厂生产工人，它虽然是有一定的几何关系，就是说我们通过立体几何，我们的绘图软件啊进行画图是可以解决它的立体空间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在家具制造产业里面的从业人员呢，对于立体几何的这个掌握和应用没有那么高的水平，甚至是不懂。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修整这个肩膀笋肩这个形状，来适应这个月牙扶手它的这个进入。那么我们这个过程是比较耗时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但是要有耐心，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习阶段啊。另外就是注意，我们用手工的方式还是用机械的方式，无论是使用模具还是不使用模具啊，我们最终都可以做出这个小圈椅来。这个是一个注意的事项，育儿扶手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看一下啊，仍然结合我们最左侧的这个大图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椅子制作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的教学中呢，有很多学员啊，你是不提醒他一下的话，即便有一个实物摆在他面前，因为涉及到的这个结构、构件、结构、形式、外形太复杂了，那么他会丢掉一些个东西。比如说这儿的这个冰盘沿线角，冰盘沿呢，就像我们的那个盘子的底一样，指的是这个形状啊，冰盘沿。那么这个有很多就做成了四方形的，没有去导圆。我们做这个冰盘沿呢，一般是使用倒角刀，但倒角刀呢导出来呢是1/4圆，注意是1/4圆。那么我们呢还可以去购买适应这个冰盘沿的这个刀型，那么就不是1/4正圆了啊，而是一个这种形状。上面是带轴承的，注意这种洗刀，这个也是倒角刀的一种，但是它的这个弧线啊，与我们的正圆1/4圆弧正圆的这种倒角刀是不同的。这个是冰盘沿，我们需要注意的。脚牙我们是最后一步制作，大家注意，刚才漂肩我说了，这个地方我们叫鳝鱼头，注意鳝鱼头的这个形状我们是可以加以改变的。大家注意啊，我们鳝鱼头我们画一个。这个我们叫鳝鱼头，也可以做一下切割啊，切割一下，然后我们把鳝鱼头的这个比较宽的地方去掉了以后，就会留这样一个形状。它不会由窄变宽，所以显得会有一些俊秀。那我们和这个叫牛角。靠背板大家注意啊，我在这儿标了尺寸了，上面是15.5，下面是17.5。那么靠背板上窄下宽，那么上面是15.5，可以稍微有一些变化，下面是17.5，可以有些变化。它为什么要上窄下宽呢？要适应，它要适应我们这个带扎度的这个椅架啊，两条腿向内收分的这么一个趋势。如果我们腿足啊，这个椅腿是向内收分的，是上窄下宽，那么我们的靠背板是直的，上下宽度一致，显得不协调。那么我们把它做的上窄下宽，与我们的这个椅腿的向内收分啊保持一致，这样看起来视觉效果上会显得协调一些。那么我们的靠背板呢，它的这个形状大家注意，我在这个图里画的是一个 S 型的曲线啊。
注意是个 S 型的曲线。这个弯曲的地方，这儿尤其要注意。这个是我们后背啊，从臀部向上到我们这个腰，腰再向上，这儿有一个大弯啊，这个向内隆起的这一部分要托住我们这个弯。我们人的身高高矮胖瘦是不一样的，体型啊高矮胖瘦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弯度，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另外一种是 C 型靠背板，它的形状是这样的。这个呢没有托腰的这个弯，我们看到了吧？这个区别啊，它没有这个弯。那 C 型靠背板常见于我们的圈椅王，也叫皇宫椅，它呢是拼接的，有攒框啊结构，然后拼成里面镶着3段板，这个是 C 型的。当然也有小圈椅独板靠背板，注意，独板所谓的独板呢，就是1块木头成型，那么我们叫独板不拼接。不去做攒框，那么我们叫独板靠背板，也有 C 型，但比较少见。S 型靠背板会比较舒服一些。那这个是靠背板，刚才我讲的月牙扶手、冰盘沿，然后靠背板，这个注意事项。好，接着我们看，我们知道圈椅、4出头、官帽椅，我们中国的古典家具都是带一定炸度的。我们讲为什么要带炸度啊？炸度呢，它具有稳定性。大家注意啊，稳定性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客观规律上来理解的。那么从我们的审美上来讲呢，它符合我们的视觉习惯。因为我们看着下面宽而上面窄的物体，它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所以我们要带炸度。注意这个字读4声炸啊。有人说要写这个叉字，这个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字是比较专业的，我们传统上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字。这个呢，只能说是一个俗称。有网友跟我说刘老师这个字也对，为什么呢？这叫约定俗成。在我们专业教学里面，这个我们不讲啊，这个字我们不用，就用这个字。它的炸度我在这儿标出来了啊，这儿是15毫米啊，没标出来。在这儿放大一下啊。冰盘沿，好，这一盘，注意是这个位置，从边向内量15毫米，通过这儿啊向下划线，一直到这儿最外边啊，注意这个角最外边向下垂线啊，地面相交，交于一点。注意，那么高度我们是500毫米，那么它的炸度是多少呢？是15毫米比500毫米。约分母留100，约5，那么这儿留3，所以是3%炸度。这个呢和我们建筑学里面的侧角，注意啊，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有一个侧角，当然这个啊建筑学里面是我们的古典建筑有一个侧角的概念是相同的。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啊和大家讲过，大家可以去翻阅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炸度，
无论是从两侧看，还是从正后方、前方和后方看啊，它相同的。当然也可以做不同的，注意这个炸度可以做不同的，但是这个如果炸度在前后方向和左右方向上炸度不同的话，那么等于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了。我们使用相同的炸度，都使用3%的炸度，这个我们好进行计算和划线。否则的话，它呢本身幅度，我们做面板的这个厚度啊不大，那么我们在这个做面板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炸度也比较小。那如果使用不同的炸度，这有可能在这个木料上的这个划线会把自己给搞得迷糊了，这儿一定要注意。这个炸度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家具最后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是炸度。那这儿我标了一个微平损，注意这个椅盘啊，这个椅盘结合的地方，我说一下这个榫卯，我们看一下它的榫卯。